嗨，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恩主，有我一切都安啦。这是一个以医疗和社会工作为主的频道，提供白话医疗、照顾技巧、社会福利资讯与服务输送等，给社会大众、社工系的学生或正往社工生涯前进的每一位，一些滋养、一些工作技巧等知识，希望对你有帮助。喜欢请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在韩国，家庭暴力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像是影片中的欧巴，温软有笑容，像个天使。有报道指出，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在2017年的调查显示，超过42% 的外籍配偶有遭受到家庭暴力，从身体、语言、性虐、金钱的剥削都有。南韩性别平等与家庭部在2018年的调查中指出，约有29%的本国女性婚后有受到家庭暴力。根据2014年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所进行家暴儿童青少年实际情况及因应方案的研究，他们向家暴的儿童青少年询问，为何父母以对自己施暴的原因可以复选，其中有80.2% 的孩子们回答是因为我做错事。认为家庭毫无问题，是自己引起问题的学生反复地表示，被打还算是便宜我了，甚至有些人会说，只要没有我家就变得幸福。这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不正常，危害家人的幸福，自己是个问题的人物，所以被打是合理的吗？真的是这样吗？根据2015年中央儿童保护机构的儿童虐待现况统计资料，13足岁到15岁的国中学生受虐的比率是22.2%，是各年龄层分类中最高的。贾英修曾经在国际中学担任7年的辅导老师，从他的著作《被关在玻璃墙内的孩子们》，我们可以知道，家庭相对富裕的子女所就读的国际中学，受到家庭暴力所折磨的孩子也不在少数啊。2015年，有一名虐死8岁妓女的狠心后母被判刑10年。南韩的舆论沸腾，认为法官判得太轻。韩国电视新闻的片段，韩国保健福祉部终于宣布制定儿童虐待特别法，加重对儿童虐待的行为处罚的力道。但是在2016年3月29日，政府宣布该年为儿童虐待的杜绝元年，发表儿童虐待防治对策。对策的重点如何事先预防、及早发现。2021年，韩国电视台 SBS 揭发女童责人遭到养父母凌虐致死的调查报道。隔天，网友们发起责人对不起的活动，向法官请愿严罚养父母，而韩国国会回应速度很快，10天内
便通过儿童虐待法的修正案。未来检警调查儿虐案时，便可以将嫌疑人和受害的儿童隔离。责人2月的时候被收养，他的养父母虐待他，多处骨折，胰脏破损。同年10月13日，在医院重伤不治。警方曾经接获举报，却轻信养父母的辩解，没有到家里去访查或者深入调查。儿童福利机构或收养机构的监督回访也有存在类似的问题，未能及时采取措施。在韩国可说是儿童安全是由其他的人生命换来的。在台湾，针对广义的暴力事件，有法律可以处理的部分，可以分为3种类型。第一，如果是一般人，就是伤害罪，自行提告民事与刑事的责任。第二，特定关系人的适用可能是家暴、儿童保护、身障保护或是老人的保护。第三，有关性行为的部分，可能适用的是性侵害，有可能是性剥削。为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特定关系人？主要是家庭成员及其未成年子女与亲密关系伴侣。那什么是家人呢？一、配偶或前配偶；二、现有、曾有同居关系的家长、家属或家属间的关系者；第三，现在或曾经成为直系血亲或直系姻亲者；第四，现任或曾经4等亲以内的旁系血亲或旁系姻亲，曾经或现有亲密关系伴侣。被害人年满16岁，遭受现在或曾经有亲密关系之未同居伴侣实施身体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情形者。前项所称亲密关系伴侣，是指双方以情感或性行为为基础，发展亲密之社会互动关系，准用家庭暴力防治法部分的条文。以上3种，除了第1项以外，如果你是特定职业的人，你就有通报的责任。例如，医事人员、社会工作人员、教育人员、保育人员、教保服务人员、警察、司法人员、移民业务人员、户政人员、村或里干事，以及其他执行儿童及少年福利业务人员，于执行业务时应立即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通报，至此最晚不得超过24小时。违反此规定无正当理由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只要知道疑似家庭暴力，只要疑似就要通报，只要疑似就要通报，只要疑似就要通报，很重要，所以讲3次。你可以这样做：拿起手机拨113，在情况紧急的时候，用手机拨110，直接报警。因为你的一通电话帮助了一家人，如果没有打电话，这家人正在走在黄泉路上。如果你好奇暴力是怎样进行的，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比较理论性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定义什么是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间实施身体、精神、经济上之骚扰、控制、胁迫或其他不法侵害的行为。家庭暴力罪是指家庭成员间故意实施家庭暴力行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规范之犯罪。那什么是骚扰？是指任何打扰、警告、嘲弄、辱骂他人的言语、动作，或制造使人心生畏惧的情境之行为。什么是跟踪？是指任何人员、车辆、工具、设备、电子通讯或其他方法持续监视、跟踪、掌握他人行为的活动之行为。理论上，家庭暴力的成因有下列4个方向。第一，个人内在条件说，主要是把问题归因于个人特质的学说。主要的说法有2种，一个是心理变态和酒瘾、毒瘾，认为缺乏情绪控制的能力，有虐待狂、变态人格或精神疾病，以及酗酒、吸毒的习惯是造成父母虐待儿童的原因，造成家庭暴力行为的结果。第二，文化社会说，将个人的暴力行为视为社会结构规范、价值观、社会制度和系统运作的结果。著名的社会学理论有功能论，认为暴力是具有某些功能，例如成就感、行动的催化、父母打小孩体罚。第二，暴力文化论。第三，结构论，社会的结构不均造成的一个结果。第四，一般系统理论。第五，冲突论，冲突论是指利益冲突造成暴力的行为。第六，家庭资源理论，利用暴力加自己在家里的优势。剧中的父亲不就是如此吗？前面有一段提到2014年韩国青少年政策研究院所进行的家庭暴力儿童青少年实际情况因应方案研究。他们向家暴儿童青少年询问，为何父母以对自己施暴的原因可复选，认为当中是因为我做错了事，认为家庭毫无问题是自己引起问题的学生反复表示，被打还算是便宜我的，甚至会说只要没有我家就会变得更幸福。这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不正常，危害家人的幸福，是个问题人物。这明显是韩国的暴力文化。这些次文化中的价值规范不谴责暴力的，以至于有许多家庭在暴力的环境当中、文化当中滋长。第三，社会生物说，学者从跨文化研究的结果发现，家庭暴力在人类的社会中具有普遍性，因此认为家庭暴力是一种生物的现象，而提出现代进化论，主张家庭暴力是人始祖即有的原能原欲，在进化的过程中发展出来一些规范，同时发展出亲密关系之间的依附连结。然而在进化过程中，有些因素行为规范被破坏，使家人的依附连结短路，环境压力过大，使得家人甚至亲子间产生资源竞争，或是家庭沟通模式出现了问题，就会产生家庭暴力。这也比较好说明前面有提到，韩国人权委员会在2017年的调查
显示，发现42%的外籍配偶遭受到家庭暴力，从身体、语言、性虐、金钱剥削都有。如果你查询这些新闻，绝大部分都会写到语言的问题，韩文说不好也是被家暴的一个理由。那我要感谢我的老婆，没有因为我台语说不好而被不过以前在屏东确实说很破的台语而被挂电话，这是很平常的事。第四，社会心理学派强调个人与环境互动的关系的社会心理学派理论解释很多，例如挫折攻击理论，大人打小孩，小孩去提供。第二，社会学习理论认为暴力是学习而来的。第三，自我态度理论，为什么有行某大丈夫怕某猪狗牛？这句台湾谚语就是父权时代男性对女性的不公平，而在封闭的时代才有老祖先也有的思想开通之处。男人听老婆的什么大富贵，听某嘴大富贵，尊重妻子，听老婆的话，才是真正有自信的男子汉。遇到事情不讲理，动辄拳头相向，那可不是文明人的行为，简直猪狗不如啊！会有这样子的说法，就代表那个年代男生常对女性施暴。第四，发条橙子理论，暴力源自于人难耐无聊，想找刺激的心态。第五，符号互动理论。第六，交换理论。第七，归咎理论。其实家庭暴力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如果硬要说家庭暴力是怎样造成的，可以这样子理解：家庭因素与家庭中的个人因素受到社会文化的因素影响，以至于我们对导火线的解读产生出暴力的问题，包含性暴力，产生对孩子、对家庭、对社会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又会对家庭因素、家庭中的个人因素进行影响。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我们下一次见。